皇帝的寿宴上，他当众打开了我的锦盒，一张毫无诚意的王八戏水图。他问我白灵还是冷宫，冷宫，我选冷宫。我哭了，我抱着他的腿苦苦哀求，能不能晚上搬，早上起不来。我是贵妃，我只想摆烂。惠妃给周玉里洗手做羹汤的时候，我在摆烂；淑妃苦练跳舞邀宠的时候，我在摆烂；和宫上下给周玉里准备生辰礼的时候，我还在摆烂。直到万千礼物中，他独独开了我的锦盒，看着盒子里的毫无诚意的王八戏水图。他问我白灵还是冷宫，冷宫，我选冷宫。我哭了，我抱着他的腿苦苦哀求，能不能晚上搬，早上起不来。我3岁还不肯走路的时候，我爹说无妨，咱们家有的是下人抱。我7岁不肯上私塾的时候，我爹说无妨，咱请先生回家来教。我12岁连相府都没出过的时候，我爹说无妨，大家闺秀便是要大门不迈，二门不出。于是当我爹发现我是个扶不起的懒坯时，我已经及笄了。别人家的闺秀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持家井井有条，门槛都被媒人踏破了。而我爹去找媒人的时候，媒人把门关了，嫁不出去了。我爹愁的在书房哭坐了整整1夜，终于找到了一个不用掌管钟馗，不用出门与人交际，甚至连夫君都不用伺候的地方。他如释重负的大手一挥，闺女，咱进宫。大约是欺负周玉里9句深宫消息闭塞，我爹不仅成功将我塞进了后宫，还顺手要了一个贵妃的位置，真不愧是我的好爹爹。进宫那日，我爹拉着我的手，殷叮嘱，闺女啊，爹只与你说一句，咱家只有一块免死金牌，懂了？咱家还有一块免死金牌。我说爹，我知道了，但是再不走日头就大了。日头是真的大，我刚从马车上下来，就被满地妃嫔头上的珠钗晃瞎了眼。嫔妾奴婢给贵妃娘娘请安，这就是贵妃的牌面嘛。有点累，我熟练地抚了抚额头，嗨，本宫有些中暑，各位都散了吧。娇弱的一转身，瞥见了一身龙袍的皇帝周玉里，他从不远处过来，先打量了我一番，随即露出一个笑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笑得我心里毛毛的。下一刻，便听他嘴里吐出了几个字：宣太医。老太医提着药箱赶来的时候，我正和周玉里面对面坐着下棋。他说我兄长棋艺高超，我必定也不差。我想说事儿不是这么看的，比如你当皇帝，你弟弟就不行。但我没敢说，内心的我重拳出击，表面上的我唯唯诺诺。输到第13次的时候，老太医到了。自打我开始学棋起，就是出了名的臭棋篓子，没人可以忍我3局以上的，连我爹都不能。这皇帝还挺有耐心。虽然太医来的时候，我瞧见他大大的松了一口气。老太医把上我的脉，眉头越拧越紧，频频叹气。他好像真的很为难，反复几次把脉之后，满脸疑惑地问我，娘娘当真身子不适，可微臣观娘娘脉象康健有力，与寻常男子都无甚区别。看出来了，我爹没给太医院塞钱。周玉里收起最后一颗棋子，脸上毫无意外。贵妃不想说点什么，不太想。我拧着帕子，低着头盯着他胸前的5爪金龙，缓缓开口，陛下果真是真龙天子，臣妾不过与陛下待了这么一会儿，便百病全消了，字字句句没有感情，全是技巧。周玉里轻笑了一声，丞相说贵妃能言善辩，如今一见，是有几分道理。怎么办？进宫第1天，周玉里好像意识到他被我爹骗了。太医跑了，我像个蔫了吧唧的茄子，歪着脑袋立在周玉里跟前。贵妃不必害怕，说起来朕与贵妃也算是老相识了。还有这等事，我支棱起来了。臣妾记得呢，皇上打小就身强体壮的。我不记得，我瞎说的。周玉里又笑了，他点点头，手摩挲着卑鄙。原来贵妃是这般想朕的，也难怪。贵妃幼时一见到朕便哭着喊着要让朕背你。周玉里的手忽然从卑鄙挪到了我的脸颊上，干燥又带点薄茧的手指轻轻抚着我的脸，似爱人间的亲昵。下一刻，他的手指触碰上了我的唇，摁了摁我的大门牙。朕不背，你便挥拳打落了这一颗门牙。我记起来了，又是我爹领回来一个哥哥，说是来与我玩的。彼时我最爱的游戏是骑大马。我开始慌了。皇上，臣妾幼时不懂事，是吗？那后来在我喝的水里放泻药，被窝里放蟑螂，抽屉里放毛毛虫，也都是因为不懂事。那我确实是有些不懂事了。周玉里说着说着，
脑袋挨我越来越近，脸上的笑意也越来越深。朱浅浅，你可算落朕手里了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慌了。好啦，乖，你别怕，似乎是觉得惊吓够了。周玉里忽然薅了一把我的头，微笑着安抚我，这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朕也不是这么记仇的人。我不信，除非你松开我的脖梗子。周玉里松开手，重新坐了回去。丞相说你对朕爱慕已久，日夜思念。这样吧，看在丞相的面子上，朕给你机会，好好争宠吧。我惊了，连连摆手。我爹还真是什么话都敢说。不是，我没有贵妃这意思，丞相骗了朕。不是的，我爹忠君爱国，铁骨铮铮马革裹尸胚。臣妾的意思是，臣妾年幼无知，犯了这么多错，实在没有颜面觊觎皇上。毕竟咱家就一块免死金牌，我寻思我和我爹两个人也不好分啊。我小心翼翼地瞅了他一眼。臣妾愿自请禁足于翊坤宫。那朕怎么舍得呢？周玉里皮笑肉不笑。朕说你有颜面你就有，除非你不想，那朕就得问问丞相，欺君之罪该如何论处了。完了，爹，救命！你被骗了，我要回家。我错了，我一开始就错了，我就不该嫁过来。我不嫁过来，就不会自投罗网。如果没有自投罗网，现在就不会坐在这儿，睡也睡不好，吃也吃不好。思来想去，都怪我爹，没有打听清楚就让我进了宫。我哭着给我爹写了封信，爹爹，翻车，唠唠。可等了2天也没等到回信，反倒是等来了皇帝的人。人是大清早来的，一来就掀了我的被子。我一睁眼就瞧见老嬷嬷面无表情地冲我行了个礼。后宫形势严峻，各宫的娘娘们为了争宠各出奇招，贵妃实在不该偏安一隅不思进取。说完一挥手，身后2个膀大腰圆的宫女一左一右提着我的胳膊就给我架起来了。是真的架起来，我腿还没挨着地，人就已经坐在梳妆台前了。嬷嬷，等等，让我缓缓。老嬷嬷板着张脸，娘娘，后宫形势日益月疏，机会稍纵即逝，争宠迫在眉睫，您怎么还能说出缓缓这样的话？真的这么紧张吗？嬷嬷看到我脸色的狐疑，一张脸板得更严肃了。娘娘往后便知道奴婢都是为了娘娘好，后宫3000佳丽，娘娘以为自己只缓了一瞬，殊不知这一瞬间有成百上千的妃嫔踩着娘娘门前的砖走进皇上的心。娘娘知道这后果吗？旁的宫妃飞上枝头，圣宠加深，出门都是呼前拥后，而娘娘您只能窝在这小小的翊坤宫，无人问津。娘娘您想过这样的日子吗？我想啊。嬷嬷恨铁不成钢地看了我一眼，夺走了我手上才啃了一口的包子。永安宫的淑妃娘娘每日清早就开始练武，为了保持腰肢纤细，坚持每餐只吃2分饱。我摸了摸我柔软又饥肠辘辘的小肚子，哭了。嬷嬷视而不见，继续说，承乾宫的惠妃娘娘自进宫起，日日亲手熬汤送往御书房，风雨无阻。汤？什么汤？我好饿。我盯着桌上的吃食，双眼冒光。重华宫的温昭仪书画一绝，出口成章，时常以品鉴书画的名义去御书房。1小时后，嬷嬷叨叨完了，我也饿得没有知觉了，开始昏昏欲睡。嬷嬷喝了口水润润嗓子，问我贵妃娘娘有何长处。我打了个呵欠，本宫先睡一觉。啪，戒尺拍在桌案上，卧槽，不困了。6，我努力睁大了双眼，和嬷嬷四目相对。既然娘娘没有长处，咱们便从最简单的开始吧。我疯狂点头，好，简单的好。嬷嬷很欣慰，然后带我来了小厨房。既然如此，娘娘从今天起给皇上送点心吧。嬷嬷，您知道毒害皇上是什么罪名吗？是那种御林军进了我家，连我家院子里的蚂蚁窝都要灌壶开水下去灭口的那种罪，您知道吗？他不知道，他没有心，他只会看着我揉的梆硬的面团，说重来。我从早上开始揉面团，一直揉到了晚上。他说明天继续。我哭了，我连夜又给我爹写了封信。爹，皇帝是狗，速来救我。我把信交给我的心腹大丫鬟阿花，叮嘱他一定要快，本宫怕是撑不过明天了。他说好，娘娘你放心，我一定给您把信送出去。7，信送没送到我不知道，但反正接下来我又揉了3天的面团。第4天，我终于勉强做出了一盘看着吃不死人的东西，唯独我好像把糖拿成盐了。看着嬷嬷询问的目光，我生生咽下了那块酷咸的点心。好吃的。嬷嬷点点头，既如此，娘娘送去御书房吧。我长舒一口气，
连忙把一整盘糕点都塞进食盒里，转身就带着阿花出了门，唯恐嬷嬷提出尝一口。路上，我叮嘱阿花，一会儿你就把整个篮子先翻在御书房门口，记住了吗？既表达了我的思君之情，又不让皇帝发现糕点有问题，两全其美。可我没想到，宫中卧虎藏龙，御书房门口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太监，竟然有这般好的身手。阿花才一崴脚，手里的盒子还没晃，就被小太监稳稳扶住。姑娘小心些，贵妃娘娘请进。啊，本宫突然有些头疼，要不我明日再来。小太监笑眯眯地拦住我，娘娘，皇上说了，娘娘若是突然身子不适，便宣太医来御书房给娘娘看，不疼了吧？阿花被我留在外面，方便及时去找我爹求救。我端着食盒进了里头，几日不见，周玉里还是那个狗样，笑眯眯的，一看就没藏好主意。听闻贵妃亲手给朕做了点心。是呀，我磨磨蹭蹭地打开食盒，只是臣妾头一回下厨，手艺不佳，若是不合胃口，还请皇上恕罪。贵妃这般谨慎的样子，倒是让朕有些不习惯了。既然如此，就怪不得我了。我仰起头，利索地把点心拿出来，皇上尝尝吧。他眼睛微微眯起，盯着我看了两眼，我就这般理直气壮地任他打量。皇上还怕我下毒不成？他没说话，拿出了一副银针。不信我脑瓜子忽然就开窍了，冲过去抱住我的点心，面容哀戚。皇上竟疑心臣妾至此吗？既如此，这点心皇上还是莫要用了。臣妾告退。慢着，他瞟了一眼没变色的银针，拦住我，径自取了一块点心。朕自然是相信贵妃的。说罢，他将点心送进了口中，猝不及防。我愣了一会儿，小心翼翼地问，皇上觉得如何？他眼神好像有些迷离，好一会儿才清明过来。你大胆啊，陛下什么意思呀？我帕子一拧，一脸无辜，不合陛下口味吗？这牛乳糕少说也放了一罐子盐了吧？贵妃还敢说不是故意的？胡说，半罐子。陛下有所不知，臣妾口味重，就爱吃咸的，家中的糕点都是咸口的。若是陛下不喜欢，下回臣妾注意便是，是吗？他不信，我一口咬死了说是。他笑了，那倒是朕误会贵妃了。既如此，为了不浪费贵妃一片心意，朕将这点心赏赐给你，贵妃莫要辜负自己才是。那倒是也不用。半个时辰后，周玉里看着空了大半的盘子，终于挥挥手，放我离开，命保住了，嗓子没了。酷贤，嬷嬷很高兴，陛下待娘娘果真是不一样的。承乾宫的惠妃娘娘送了2年的汤，都没进过御书房，娘娘头一回去，皇上连东西都用了，没进过御书房，那你还让我学？我一口气堵在胸口，正要与他掰扯，就听他说不让我继续揉面团了。我一口气又消下去了。他说日日下厨有损娘娘容颜，不是长久之计。他又说即日起娘娘学些雅致的吧。他还说琴棋书画诗词歌赋，娘娘选一个，选是不可能选的。我弱弱的开口，本宫幼时学过一门乐器。嬷嬷有些不信我，她问不知是何乐器？民间乐器，宫中不大常见。也好，咱们突出一个心意来。我连连点头，本宫也是这么想的。嬷嬷很欣慰，叮嘱我明日一定要好好发挥。我说好。第二日一早，我拿着我的宝贝唢呐就进了御书房。臣妾来给皇上奏一曲。周玉里不大信任地看了我一眼，但没有阻止，而是打开一个奏折。准了，朕倒要看看贵妃还有什么惊喜是朕不知道的。那您就瞧好吧。我往那儿一站，掀开我唢呐上的红绸，我看到周玉里的脸色略微变了变，但我当没看到，脸颊一鼓，滴呜呜滴，吹的那叫一个抑扬顿挫，铿锵有力，如泣如诉。周玉里好像说了什么，但我听不见。我闭上眼，愈发投入，吹完了整整一曲大出殡，一曲终了。我觉得脑袋瓜子嗡嗡的。皇上，您觉得臣妾吹得好吗？周玉里脸黑了，他又要骂我了。你大胆！果然，嗨，无能狂怒罢了。我既然敢来，就是早就做好了准备。我把唢呐一放，把帕子一捏，娇娇弱弱。皇上喜欢吗？臣妾自小便喜欢唢呐，幼时学的时候，旁的姑娘都说臣妾粗鄙，可臣妾以为众生平等，唢呐不过是声音高昂了些，何错之有呢？想来皇上圣明，一定能理解臣妾吧。我眼巴巴看着他，谁忍心打破一个弱女子的崇高梦想呢？周玉里自然不会，他只是让我滚，带着我的唢呐一起滚。好嘞，11、
一曲唢呐从御书房直接传到了翊坤宫，接连好几日，嬷嬷都没缓过神。我舒坦了，皇帝怎么了？凭我朱浅浅的聪明才智，皇帝也拿我没办法，连着躺了小半个月。这是我入宫后过得最舒坦的半个月，直到嬷嬷跟我说，娘娘，万寿节要到了，狗皇帝要过生辰了，我得准备生辰礼了。嬷嬷像是突然就找到了人生方向。去年惠妃娘娘送的万寿图拔得头筹，前年是丽妃娘娘的万里江山图，前年是景贵人的胡旋舞。总而言之，娘娘，老奴有信心，今年必定是咱们翊坤宫正得魁首。我说好好好，行行行，但是咱们准备什么呢？绣花我不会，唱曲儿我不会，跳舞我不会，画画我一个机灵爬起来，这我真的会。本宫年幼之时喜绘画，与宫中御用画师学过一二，嬷嬷大喜，后宫妃嫔博得不过是皇上的心意，画的好不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画到皇上心坎上。我说我都懂，嬷嬷您就瞧好吧。12，我直接在书房闭关了好几日，花费了10几篓子的画纸。万寿节那日，我看着桌上的成品，沉思了很久。我将画装裱好，又亲自装进了匣子，交给嬷嬷。嬷嬷，我思来想去，当众献礼到底是有些轻浮了。那娘娘的意思是，我模仿着我爹的样子，高深莫测道。嬷嬷试想一下，若是皇上知晓，本宫明明亲自做了画，却淡泊名利，不声不响，岂不是更让人为之动容？嬷嬷皱着眉头，思考良久，说这也不无道理。去吧，嬷嬷，将这卷画轴交给礼部，不要替本宫说话，让本宫默默的付出就好。嬷嬷郑重地接过画轴，娘娘您放心去前头赴宴吧，这事儿交给老奴。于是我便放心去了。前头果然热闹，我也终于见到了我爹。寿宴开始前，我特意跑到我爹跟前，爹，我好想你啊，爹，爹爹，你都不知道我在宫里有多可怜，你也不给我写个信，看我活蹦乱跳的。我爹老怀欣慰，宫里有皇上在，怎么会可怜？我想说，就是因为有皇帝在，我才可怜。可还没等我说，我爹就继续叨叨了。皇帝打小就对你好，你小时候多胡闹啊，他都没半句怨言。这次为父舔着老脸给你求贵妃的恩典，皇上也是立马答应了。那是他为了报复我小时候欺负他啊。我跺跺脚，不明白我爹怎么连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。胡说！我爹呵斥了一声，板着脸道：皇上想报复你，还给你做贵妃，你这脑子打小就不好，这么大了还不会转弯。我愣住了，怎么办？我觉得我爹说的好像有点道理，我竟然没办法反驳。闺女，听爹的话，对皇上好点，别欺负人家了。我沉默了，我爹拧着眉头问我听见没？听见了，听见了，两只耳朵都听见了，就是好像有点晚了。13，寿宴开始，我坐在周玉里的斜下手，他端着酒杯盯着我瞧了一会儿。贵妃有心事。我回想着我爹的话，越看周玉里越不对劲。他不会真喜欢我吧？那我岂不是挺对不起他的？不然浅浅的道个歉。皇上，臣妾前几日不是故意的。我说完就一直盯着他，明显看到他脸上闪过了疑惑。贵妃又惹了什么事儿？说的好像我只会惹事儿一样。我扭过头，这个歉今天先到这点吧。余光瞟见他笑了，是正经的笑，是从来没对我表露过的正经的笑。他一定喜欢我。听说这次贵妃花了不少时间给朕准备生辰礼。是呀，我有一点点心虚，不过先前臣妾将东西交给礼部了，怕是不大好找了。幸好给礼部了。贵妃这次倒是长进了。周玉里嘴上语气不屑，可我看出来他脸上高兴得很。若是贵妃能早些时候懂事，朕也少费心。是。周玉里斜我一眼，忽然假咳一声，身后立马有太监递上了一卷明黄色的圣旨。既如此，今日朕也有礼物送给贵妃。周玉里脸上一本正经，甚至有些紧张。其实朕很早之前便想将它交给你，只是你一直不开窍。朕不知道你的心意，今日倒也是个好时候。那小太监一脸的喜意，我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忽然有些激动。丰后要长俸禄了。然而正胡思乱想着，我余光瞟见了我的老嬷嬷。老嬷嬷怀里抱着一个锦盒，有点眼熟，不确定。再看看，我仰着脖子，亲眼看着老嬷嬷迈着六亲不认的步子，抱着锦盒跑了过来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拉开了画轴。娘娘，奴婢给您把生辰礼找回来了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我的王八戏水图缓缓出现。14，周玉里脸上的笑消失了，
手上的圣旨被他拧成了抹布。贵妃，周玉礼把画轴往桌上一扔，看着我的目光隐含杀气。解释解释。我瞧见嬷嬷站在不远处，脸上的表情由自信变成试图自尽。这事儿谁能料到？我看看画，又看看周玉礼的脸，再看看画。其实凭良心讲，这是我画过最好看的王八了。周玉礼咬牙切齿。贵妃在想什么？我收回目光。一番话说的字正腔圆，理直气壮。臣妾这话是寓意陛下万寿无疆。没等周玉礼说什么，底下没见着话，又喝多了的大臣立马跟着附和。恭祝陛下万寿无疆，漂亮，气氛烘托到位了。周玉礼笑了，被气的，他冲远处使了个眼神。很快我爹就过来跟我团聚了。我爹看到那幅画的时候，厚实的身躯抖了3抖。我扯扯我爹的袖子，爹你也来了呀？我爹撇开了我的手，贵妃娘娘注意规矩。我懵了，怎么回事？感情淡了？爹，我是你大闺女啊，爹。周玉礼在上头悠悠来了一句，贵妃跟丞相父女关系可真好啊。紧接着又说，那不如丞相来解释解释，贵妃送朕的这幅寿礼是何意思？我沉默了。我爹看着那幅画，苦思冥想，娘娘是想恭祝陛下万寿无疆，不愧是我爹。我悄悄偏过头，爹，我也是这么说的。我爹的身躯又抖了抖。皇上恕罪，娘娘自幼不学无术，虽空有一副赤诚心意，却实在有心无力，这才折辱了皇上，还请皇上看在娘娘看在微臣的份上，从轻处罚。早知道不送了呗。我垂着脑袋，悄悄抬起眼皮看了一眼周玉礼。周玉礼说，看在丞相的面子上，朕便只追究贵妃一人之责。我爹不行，面子这么不值钱，白灵还是冷宫，贵妃自己选吧。15世间的繁华大多如此，如昙花一现，如过眼云烟，转瞬即逝。眼看我就要成为本朝在位时间最短的贵妃了。这一瞬间我想了很多，譬如冷宫是不是就不用被嬷嬷压着早起做规矩了？是不是就再也见不到这个狗皇帝了？是不是就可以再也不出门争宠了？不行，不能笑。我拿出帕子掩住半张脸，犹犹豫豫，臣妾选冷宫。下一秒，眼泪簌簌地往下掉，我憋红了眼眶，注视着周玉礼。看在我爹为陛下鞠躬尽瘁的份上，陛下可否再答允臣妾一个小小的请求，说能明晚班吗？早上臣妾有些许困顿。周玉礼没说好不好，他直接把我赶出去了。我爹仗着那点不值钱的面子，继续在里头吃席。好在他还没忘记外头嗷嗷待哺的大闺女，派人给我送了一沓银票出来。可怜我爹做了一辈子清官，手里这点钱全亏我身上了。我叹了口气，让那小厮给我爹带句话，你跟我爹说，女儿不孝，让他费心了，能不能让他想办法跟皇上说说，保留一下我贵妃的俸禄，行不行？小厮没说话，盯着我身后。朕觉得不大行，真晦气。16周玉礼说他喝多了，出来醒醒酒，然后他伸出手拿出来吧。呆，什么东西？我迅速把双手往身后一背。皇上说什么呢？周玉礼上前2步，一句话没说，直接将我拥进了怀里，然后伸手抓住了我身后的手，还挺厚。周玉礼抖了抖银票，一打眼，少说的有1万两。我嗷的一下就嚎出来了，上去就抢。没有人可以从我朱浅浅手里抢走东西，尤其是银票。周玉礼没想到我反应这么大，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踉跄2步，被我狠狠地扑住。还我！朱浅浅，你大胆！还我！我呲着牙，双手掐住了他胸口的衣服。这是我爹给我的银票，朱浅浅，你疯了？那你还不还我？他不还。于是当我爹带着一众大臣出来的时候，见到的就是我扒着狗周玉礼的脸，跟他拼命的场面。我爹傻了，我家的免死金牌保不住了。17御书房里，我和我爹并排跪着，周玉礼在龙椅上，一旁的小太监在给他上药。朱浅浅，你好样的，你敢弑君？我没有，你还敢顶嘴？我哼了一声，跪在地上唧唧歪歪。我本来就没有。周玉礼被我气得直冷笑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我爹叹了口气，陛下恕罪，子不教父之过，贵妃无撞臣的错，给我爹急的都压上韵脚了。我说爹，咱有金牌，咱怕啥？我爹让我闭嘴。周玉礼忽然疑惑起来，摆摆手让太监退下。什么金牌？我戳戳我爹的腰。爹。我爹看了我一眼，他混迹朝堂这么久，从未露出过这么绝望的表情。周玉礼冷笑，朱浅浅，伪造圣旨，罪加一等。我急了，晃了晃我爹，爹您说句话，
我爹终于开口了，回陛下的话，臣家中上有一纸丹书铁卷，望陛下饶浅浅一命。周玉礼有些怀疑，使唤了一个小太监去取。我放心了，跪得久了腿有点麻，索性往地上一坐，跟周玉礼大眼瞪小眼。朱浅浅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你别太嚣张，分明是皇上先抢我银票的，怎么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皇上怎么不罚自己？周玉礼站起身走到我面前，弯腰，朱浅浅，你知道什么叫打入冷宫吗？不就是换个地方住，屋子差点，伺候的人少点吗？打入冷宫的妃嫔不许携带任何多余的东西，别说银票了，便是你头上的珠钗都得卸干净。还有这种事？我看我爹点点头，眼神里满是对我无知的不理解。难怪那小厮给我塞钱的时候悄悄摸摸的。哦，算了，钱没了就没了吧，反正打狗皇帝一顿也不算吃亏。我百无聊赖地数着地板砖，数了大约半个时辰，取金牌的小太监回来了。我顿时精神百倍，跪在地上飞快地往前挪动，挪到御案前。皇上，那我能回去了吗？周玉礼展开那张丹书铁券，沉思了很久。丞相拿前朝的免死金牌，免本朝的死罪。18，我要死了。我承认刚刚跟周玉礼说话有些大声了。皇上，我掏出我的手帕，努力地够着周玉礼的脸，都是误会。皇上您疼不疼啊？别，哪敢劳烦朱大小姐啊，朕怕烂脸。嗨，这话说的，我不敢反驳，规规矩矩地跪好等候发落。皇上听臣一言。我爹忽然沉声开口，丹书铁券虽是前朝之物，可高祖皇帝一直自诩善待前朝皇室，接纳前朝老臣，若是陛下能收下此物，传出去也算是明先帝遗志，四海之内的读书人定然传颂陛下圣名。我没咋听明白，但我知道周玉礼犹豫了，我的小命保住了罢了。看在丞相拳爱女之心，朕便收下这张丹书铁券。至于你，周玉礼指着我，顿了顿，我连忙发誓，臣妾回去就收拾搬去冷宫，日后再也不碍陛下的眼。周玉礼收回手指，冷笑一声，别收拾了，直接过去吧。是。走之前，我又想到一个事儿，我瞅了他两眼。皇上，刚刚您想送我啥来着？就那个圣旨。滚。哦，19，我连夜滚进了冷宫，我哭了，我装的，过上了梦寐以求的日子。进冷宫的第一天，我睡到了日上三竿；进冷宫的第二天，我睡到了日上三竿；进冷宫的第10天，我睡到了日上三竿。不用梳发剂，不用上妆，不用穿繁琐的衣物，一日三餐有人送上门，闲得无聊了，还有阿花陪我聊聊天。这哪是冷宫，这分明是本宫的理想港湾啊！周玉礼就是这时候来的。朱浅浅，怎么不睡死你呢？我在床上翻了个身，想装没听到，下一秒我后背一凉，被子消失了。你礼貌吗？我翻了个白眼，整理好表情转过身。哎呀，皇上来了。哼，朕要是不来，也见不到爱妃这么惬意的模样啊。皇上说笑了，见不得我好呗。事实证明，他做皇帝可能没天赋，但是做狗一定有一手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人就已经站在冷宫院子里了，手里被塞了一把锄头。皇上，臣妾怎么说也曾经是个贵妃，锄地不合适吧？高祖做皇帝前也是锄地的，怎么你觉得低人一等？那倒不是，只是臣妾一个弱女子，实在是我伸出手娇弱地扶住额头，做事要晕过去，然后被周玉礼一把揪住衣领。无妨，今日不舒服便不做，明日不也是一样？人话。皇上，臣妾今日没犯错吧？周玉礼说，没有，朕只是单纯的不想让贵妃这么舒坦罢了。20，周玉礼不仅让我锄地，他还亲自来看我锄地，力道重些。贵妃是没吃饭腰，吃没吃你不知道，谁他妈天还没亮就起床的？这么大个月亮挂你头顶上你看不见，碎碎念啥呢？说大声点给朕听听啊！臣妾说，陛下还不上朝吗？赶紧滚呐！上朝哪有看贵妃种田有意思啊？周玉礼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贵妃说是吗？是你妈！我愤愤地提起锄头往地上一砸，忽然想到什么，扔下锄头跑到周玉礼跟前。做什么？我盯着他的脸。我知道了，皇上，您该不会心意臣妾吧？噗！周玉礼一口水直冲着我的脸喷过来。朱浅浅，你做什么春秋大梦？我抹了一把脸，心想幸好没上妆。我跟他仔细掰扯，你看啊，先忽悠我爹把我送进宫，又费尽心思让我争宠，完了我进冷宫了，您又放着朝会不去，一早清早的来陪我锄地，
您说您不喜欢我，谁信？周玉里如鲠在喉，你了好半天，深吸一口气。朱浅浅，你抬头看看这个月亮，像不像10几年前你大半夜喊我起来舞剑给你看时的那轮月亮？我还干过这么缺德的事儿，记不得也无妨，终归朕会一件件让你想起来的。说完，他满意的离开了。我支招锄头站在原地努力回忆，堂堂一个皇帝，怎么小气巴拉的？21，周玉里一言九鼎，说要报复我就报复我，一桩桩一件件都不带落下的。我给我爹写了一封长长的控诉信，可还是没有回音。再一次在凌晨被周玉里喊醒后，我终于忍不住了，我反手牵住他的脖子，将人揽下，恶狠狠地在他耳边吼：“求求了，睡觉吧。”他僵住了，但好在没继续吵我，直到天亮。我睡醒一翻身，跟周玉里目光对视，彼时我的腿还架在他的身上，他眼下乌青一片。朱浅浅，嗨，早，我跑了，我被带住了。他摁着我的肩，朱浅浅，你竟敢觊觎朕的龙体，是，我的错，我的错，我摆烂了，我甚至还挑起了他的下巴。那皇上想怎么处置臣妾呢？你一个女人，你放肆！我咂巴了一下嘴，女人怎么了？爱美是人的天性，陛下这般俊朗，臣妾觊觎已久，何错之有？况且昨日可是皇上自个儿进的冷宫。我想想，补充道，在深夜，月黑风高，孤男寡女，皇上说，是不是不合适？这男人呐，在外边可要自重自爱，保护好自己，下回别这样了哦。周玉里一甩袖子走了。22，接下来好几天他都没再出现。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想，早知如此，我早就动手了，哪还用得着吃这么久的苦？有些人呐，表面上后宫佳丽3000，背地里拉个小手都会脸红，真没出息。可惜还没舒坦2天，周玉里又出现了，出宫。我惊了，这是我一个冷宫废妃可以干的事吗？他不会想等我出宫之后再诬陷我私自出宫吧？周玉里扫了我一眼，见我一身邋遢，嫌弃道：“别废话，一刻钟把自个儿拾掇干净。”半个时辰后，我重新出现在他面前。皇上，咱们真的要出去吗？周玉里懒得搭理我，直接带我上了马车。原来今日是七夕，他不会。朱浅浅，朕喜欢猪都不会喜欢你，你眼珠子再乱瞟朕就给你挖下来哦。男人嘴还挺硬。23，马车停在东大街，来来往往的都是未婚男女，热闹得很。周玉里指着这条街说：“浅浅，这条街朕都买下来了，送你。”朱浅浅，你傻笑什么？在做梦？他警告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指着这条街问我：“朱浅浅，你还记得以前答应过朕什么吗？”不记得。他点点头，聋了一样。记得就好。你曾经说，等长大了就要替朕买下这一整条街的东西。哇哦，原来我也有过志向高远的时候。我扭头就往马车里钻，他死死掐着我的腰。朱浅浅，朕今晚给你这个机会。我没钱。我在他怀里扑腾不起来。皇上，您知道的，我没有钱的呀。那日丞相往你手里塞钱的时候，朕瞧见了。你数千里眼的嘛，怎么哪儿都有你？那我回去拿。不必。周玉里从怀里取出银票，你方才收拾的那半个时辰里，朕已经替你拿了。我星号，现在可以下车了。可以。周玉里这人是真不行，花女人钱是真不手软。可以，包起来，瞧着还行，包起来。我眼睁睁看着原本厚厚的一沓银票变成了碎银子，又变成了铜板，最终消失在他的手心。我咬牙拉住他，轻声道：“皇公子，少吃点，街上的东西不干净。”周玉里还没说话，我就见着他身边窜出来一个200多斤的汉子。哎，小姑娘家的，你啥意思啊？24，我受伤了，不是被店家打的。我乍一看，那汉子200多斤，仓皇往周玉里身后躲避的时候崴脚了。好在周玉里还有点人性，没有逼着我带伤逛街。朱浅浅，你的狗腿再晃2下试试。我趴在周玉里背上，咬了一口他刚刚买了还没来得及吃的糖葫芦，收了收腿。哎，右拐，不对，是左拐，不对，好像是直走。周玉里停下了。朱浅浅，你敢戏耍朕？没有。我扒着他的脖子，生怕他一个生气将我扔下去。我从来没有出过门，不知道相府的位置。周玉里脚步缓了缓，一直没出过府。是啊，朱浅浅，你打小就敢欺君。慢着，我好像想起来了，小时候周玉里在我家小住的时候，老想往外跑，那我必定不愿意，毕竟我就爱待在屋子里骑大马。为了不让他出去，
我就唬他说外头都是坏人，坏人最喜欢咱们这样的小孩了，你乖，别出去，等长大了，我带你出去，把整条街都给你买下来。为了让他吃下这个饼，对我更顺从一点，我还时常派人出去买点吃的玩的，然后告诉他，这都是刚刚为了你出去买的，可危险啦，我差点就回不来了，不过你开心就好。朱浅浅，你可真不是人。我架在周玉里脖子上的手愈发收紧，年纪小，不懂事，不懂事。25，半个时辰后，我平平安安的到了襄府。我爹一看到我和周玉里，扑通一下就跪了，皇上恕罪，小女无状，有损龙体。我刚想说这回不怪我，就听周玉里微微一笑，无妨，贵妃受了伤，到底是丞相的爱女，朕自是不能不管，说的挺好，下次别说了，要不是你，这时候我都该躺下了。我爹这才注意到我受伤了，赶忙叫了府医过来，又喊人给我扶到屋里去。周玉里跟着进了我的闺房，贵妃的屋子倒是和幼时没怎么变。我爹一进来就听着这句话，当时感慨万分，难为陛下还记得幼时的事。那可不，他记得可清楚了，连我在他抽屉里放了几只蟑螂都知道。我爹好像忘了还有个受伤的闺女，当下就跟周玉里探讨起过去来了。陛下幼时长得玉雪可爱，浅浅啊，一见到陛下就高兴得不得了，非跟微臣说，爹爹，我要这个哥哥陪我玩。朕记得浅浅幼时也是聪明伶俐，我听出来了，最后4个字他是咬着牙说的，但我爹不知道，他信以为真，莫名自信起来。我们家浅浅啊，虽说懒了点馋了点，没文化了点，可其余优点还是多的。周玉里看着我笑了，丞相说的是，陛下不知道，当年陛下回宫后，浅浅哭了好久，没日没夜地喊着要哥哥。周玉里的笑顿了顿，深深地望了我一眼，是吗？26，我爹又唠叨了2句，不想打扰我们俩难得的和平共处时光，便借口有事离开了。我爹一走，周玉里袍子一掀在我身边落座，哭着喊着要哥哥，退开。我鸡皮疙瘩起了一身，怎么朕一走，朱大小姐没人欺负了？她好危险。我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你可别冤枉我呀，我才不是，是我当时是欺负你了，可那还不是因为我爹让我多照顾你。周玉里表情怪异地看着我，指不定在心里骂我。我哼了一声，我爹说你那会儿心情不好，指不定受刺激了以后就不正常了，让我多带你玩玩。那时候周玉里还是太子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，那会儿他的外祖家受了诬陷，满门抄斩，他的母后受了刺激，一病不起，没多久就走了。当时周玉里也才7、8岁的年纪，一时之间从天之骄子沦为罪臣的外孙，落差可想而知。我爹是太子党，又和周玉里外祖家交情颇深，这才请命将人接出来小住。他让我好好照顾这个哥哥，我打小也没有玩伴，玩伴间如何相处，也都是听得身边下人的话。我以为这样你会开心啊，我理不直气不壮的嘟囔，谁让你都不说，当时不说，憋了10几年回来找场子，闭嘴，真凶。我瑟缩了一下，又见周玉里有些懊恼，他瞪我一眼，那后来逼我学雕刻，又将我刻好的木雕扔了，你如何解释？木雕，我翘着一条腿，哒哒哒地跑到梳妆台，拉开抽屉，一堆木雕咕噜咕噜地滚下来。他更生气了，朱浅浅，你找了多少人给你刻木头？27，才没有人，这都是我自己刻的。我从里头挑出最好看的那个递给他，诺，这是你的。他狐疑地接过东西，不可能，我分明亲眼见着你让丫鬟扔了，还让他扔远点，你看错了。我指着那一抽屉木雕，当时我想着也雕一个送你来着，但是太丑了，我怕你笑话我，才让阿花去扔了，扔远一点，省得被你瞧见。后来我又刻了好几个，但那时候你回去了，我让我爹带我去找你，我爹不许。他沉默了，他好像要哭了。我凑近了看，你不会就因为这件事记恨了我这么久吧？闭嘴，恼羞成怒了还。我笑了，伸手，原来你冤枉了我这么些年，来吧，还不快抱本小姐去榻上歇着。周玉里这次没拒绝我，也没有摆脸色，顺从地将我从梳妆台前抱了过去。我在他怀里仰视他的脸。今晚有人说喜欢猪也不会喜欢我，朕什么时候说喜欢你了？他急了，他急了。那你刚刚吃什么醋？我找多少小哥哥刻木头，与你何干？你这么生气做什么？果然，我先前就说你一定喜欢我，看吧看吧。朱浅浅，周玉里将我放下，盯着床榻，语气里满是威胁。贵妃，
咱们好像还没有洞房。28，我朱浅浅翻身做主了。自从那日回宫后，我在冷宫的待遇提升了不少，没有人让我锄地了，没有人半夜喊我起床了，每日的餐食也有肉了，唯独周玉礼不见了。男人害羞了呀。我等了几日，等到腿伤好了，趾高气扬地去了御书房。皇上这几日很忙。周玉礼佯装正经地看着什么东西。是吗？真不是为了躲我。我一把抽走他手里的纸张，一打眼懵了，全是我给我爹写的信，一封里面有8成是骂周玉礼的，剩下2成是让我爹给我做主的。贵妃刚说什么威胁，赤裸裸的威胁。我说陛下不要太辛苦了，身子要紧，朕会躲你。不会，朕先暗恋你的。不是，是臣妾喜欢陛下，对陛下爱慕已久，日夜思念。周玉礼满意了，既然这样，那朕就勉为其难，赏一道圣旨给皇后好了。我低头看，御案上摆着一份墨迹未干的圣旨，诸事优德，温婉淑德，娴雅端庄，册封为后，为天下之母仪。